次的太想到处吃，我们来到了高雄汉神百货。想不到这次能来开箱最新开幕的岛屿自助吧。而汉神百货也是下了重本，将整个8楼重新打造一番，规模比起43楼的海港自助吧更是大了不少。相对的排队定位人潮更是提高到一种层次，连8楼都挤不下，都要排到7楼这里来了。刚开幕那时候本来就想要来吃了，只是以为这样的热潮会持续到明年才订得到位，想不到中午堂哥一通电话问我要不要来吃岛屿下午茶。幸好午餐都还没吃，整个肚子也空空如也。当然二话不说，马上赶到汉神这里来。想不到一搭电梯上到8楼，整个人潮大爆满。想说该不会要排那么多现场等候才能吃到下午茶吧？虽然说是下午茶，也是要一个人1490元加1层，这价格也算刷新高雄自助吧的天花板了。正当我默默地走到最后面时，堂哥突然一通电话过来，说我怎么还没到，才发现原来他排在队伍的第一个。我也问了一下堂哥是怎么订到位的，他才跟我讲，这短短不到1个月里，他已经来试3次了，而且都不是用电话跟网路订到位，全凭一股毅力。正当我满脸疑惑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想要吃下午茶还不简单，你就12点半来排第一个就好了。下午茶2点半开始，只排2个小时就能排到，这很简单啊。真不愧是在1个月里连吃3次岛屿的男人，让我们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吧。总之，在堂哥的带飞之下，能来到岛屿来开箱最新自助吧，真的是感恩堂哥，赞叹堂哥。那看到这里的观众也别忘了点个赞或订阅支持一下。那话不多说了，直接来开箱这8大美食区吧。首先，第1区包主要是港点与现煮汤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边的鸡蛋都是属于生食级的，相当的新鲜。第2区来到了鳝，主要是以中式料理为主，比较有特色的餐点自然是烤鸭了，以及其他的中式热炒餐点。那3.9的部分鱼包同样是以小米酒为主，在排队取餐人潮里算是还好，还不能算得上是一级战区。这小米酒我有浅尝一口，说真的后劲很够，想要品尝的观众要注意后劲的威力。再来到了第3区那自然是以烧烤为主。那说到烧烤，自然就免不了是排3料理了。这边主要提供肋眼牛排、羊排跟战斧猪排。那牛排有别其他家的炉烤牛排，是一片一片独立烧烤的料理手法。那红肉配红酒，自然就是绝配了。不过这边要请各位观众自行体验了，我酒量实在是不太好。这个集就是蛮特别的，将杂的料理分成1区，是全新登场的炸物岛台，甚至为这区设立有板前料理座位，能第一手享受到最热腾腾的炸物料理。那最具特色的就是这道海老竹炭羊，等等也会来品尝介绍。与刚刚集相辅相成，就是这区所主打的便是现烤餐点，有现烤香鱼、烤生蚝等。一次几10只的香鱼上台烤，也真的是需要一番功夫才能做到。只是这季节的香鱼还不能算是最当令的，有点可惜。虽然看官网介绍这区是以醋饮为主，不过我看到的是鸡尾酒就是了，还蛮好喝的。接下来来到了盛，这区主打就是日式料理为主，生鱼片、手卷或寿司都在这区。也是排队人潮完全没停过的一级战区，一直等到2小时过去后，才有空间来拍。生鱼片有5种鱼类，算是还不错。那一些日式料理算是点缀而已。这区的动线比较不好，会有点像是插队的感觉。尤其你只是想要挖高瓦沙米，跟用个酱油时，会搞得自己像是插别人的队一样，有点困扰。那手卷的口味也蛮多的，还有海胆算是很棒了。这边的餐酒自然就是清酒了，不过清酒对我来讲太烈，所以也就没品尝了。
那这区鲜绝对是重点中的重点，原因无他，就是这里有螃蟹跟堆成山的松叶蟹脚，料理人员的手真的是没停过，满满的蟹脚不停的补，一直补，拼命补，完全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啊！也变成排这区的人潮很多，完全会卡在蟹脚那里。这里的白肉对应的酒类，自然就是较为清爽的白酒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试试看。那来到了甜点区，冰，这里的甜点很直全，主打就是一个缤纷的色彩搭配美学。看这个像太空美学的冰淇淋，搭配灯光的美学，真的让这里多了一种玩味。甜点的铺设也很特别，不再是以量取胜，主打就是一种颜色与料理的混合。每一样的甜点摆盘都是小而精，少而美。不过我对甜点口味没啥要求，也就是这样了吧。甜点的搭配酒类是鸡尾酒，但等我想到的时候，已经接近尾声被收掉了。那站的最大最广的庆就是最后的主题区了。这边主要提供的就是饮品的料理，左右两边有自助型的饮料机，而中间这区则是要用点餐的方式来点饮料。老实说，对我来讲是真的很不方便。虽然左右两边的饮料提供的数量算很多种，但最重要的肥宅快乐水、可乐这饮料，居然是要用中间吧台点餐的方式才有。想要喝瓶罐装的可乐还要等排队，真的是不能忍啊！除了这些主题区以外，还有小龙市集这区，提供的就是最新鲜的蔬菜，但这些菜类对我来讲太陌生了，反而不知从哪里下手。好加在酱料是很常见的那几种。那面包起司区就不多加介绍了，冷肉跟冷盘还可以，不过拿来配生菜沙拉也不错。最后的水果区就平淡无奇了，那自助吧介绍就告一段落了，准备进入品尝的阶段。这当中如果有各位观众喜欢的料理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。开场就由小龙市集的菜色开始吧，菜色是很丰富，但很多都是不知道味道如何，反而就没拿了。这边就简单拿个生菜、起司跟冷肉来搭配，吃起来口感反而不错，作为前菜也还可以。其他没品尝过的生菜，就只能请各位观众自行体验了。生菜菜色种类是真的很多，甚至有一半是我没见过的。只是我肚子怕生，这种又都是没煮过的，所以只能跳过，请各位观众见谅。喜欢吃独特生菜口味的观众，可以多逛逛这区。吃完的沙拉，就来到剩这日本料理区，那就是拿个手卷来开个胃。这次拿的是鲑鱼卵跟海胆口味，料理前会将海苔烘烤一下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这是没有包饭，只有木须芽，不会很容易就填饱肚子。只是美乃滋的口味千篇一律，味道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海胆的味道也很容易被盖过去。喜欢吃清淡口味的，或许可以请吧台师傅将美乃滋减量，吃起来味道应该会更好。接下来就是生鱼片的部分，有5种口味可以拿取，选择算多样化了。只是为了应付众多的人潮，生鱼片也是先切好在吧台上。运气不好时，就会看到散落一堆的鱼料。比起现点现切的料理手法是有点逊色了。这里的握寿司就以鲔鱼寿司最为亮眼，其他几种就是以热食口味为主。比起其他间自助吧，算是平分秋色吧。如果以餐点特色来讲，岛屿不算是以日式料理为中心，所以这剩的主题还是以生鱼片以及握寿司为主。旁边是有一整锅的鲜鱼味噌汤，但不是那种自己 DIY 现煮现烫的方式，吃起来口感就逊色了一点点。不过以整体来讲，这趋势也不错，但日料菜色是真的少了点就是了。也或许是分区的关系，一些日料的杂类、烤类都分散到各大主题区去了吧。剩的菜色主要就是这些，那接着换到下一个主题。这边煎台以3种料理，干贝、小卷以及大虾为主，但是有限拿的限制。一个人的话是3种料理取2种而已。
一次只能拿1份，所以喜欢吃这些料理的观众只能多排多拿了。以这价钱等级的下午茶来讲，似乎有点太少。个人是觉得虽然不用到单次无限制拿取，但一次的数量应该是能再多一点点。排个10分钟，只有拿到这一点料理，实在是有点少。至少也要来个2份吧。不知道各位观众的看法如何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至于口味，大虾的部分还好，干贝真的建议等一下现煎的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。这区次还有很多烤类的料理，但真的是来不及吃，只能挑几样比较有代表性的料理。虽然用餐时间有2个半小时，但我真的是吃到4点55分还在吃。那这区海鲜的部分就先这样了。接下来就是我每次必吃的炉烤牛肉料理，但岛屿的料理方式是一块一块类牛排直接煎，各方面的口味、熟度跟大小平衡点取得非常好。以往吃这种炉烤牛排时，外面不是太干，就是里面太生，很难取得一个平衡点。而这次岛屿用这种方式，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。牛排大小也很适中，不会因为太大而过薄。如果是喜欢牛排的观众，我个人非常的推荐。这才是我心目中在自助吧想要吃到的牛排啊！那次的介绍也差不多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换换口味吧。来到包的主题区，这里主要提供海鲜汤跟鲜荷包。鲜荷包的部分是真的要等，一次能做的数量不多，遇到排队时就直接先吃别的吧。运气不好，等个20分钟都有可能。今天用餐时就刚好坐在这区的隔壁，所以都是等没人再过去拿。比较值得提的就是蛋的煮法可以调整，能稍微做成有点客制化的料理就是了。再来就是大部分自助吧的主打餐点松叶蟹脚，这些都是在鲜这个主题区里。那让我们看看这些料理有没有对应到鲜这个字上。料理区旁边有提供蟹脚剪刀，让我这种牙齿不好的人吃起来方便许多。蟹脚的部分都蛮保持，拿起来分量也蛮够的，只是蟹肉不多，有点外强中干的感觉。说到这个，如果是岛屿的假日晚餐时段，每个人都另外有送半只龙虾。不过我们吃的是下午茶，所以没机会遇到。有知道的观众也欢迎分享您的感想。那鲜真的是一级战区中的一级战区。这蟹脚我可是来回逛了好几次，等人潮稍退后才去拿，但也要排个5分钟左右。取餐动线排的真的蛮不好的。那排都排了，就顺手拿个螃蟹来吃吃。相较于一般常见的3点蟹、花蟹等等，岛屿这里比较特别的是提供香蟹。这螃蟹的特色是雌性的松叶蟹，体型较小，独特的口感来自于饱满的蟹膏，但相对的一对前螯却是异常的小，所以蟹肉大部分来自于腹侧2处。不过有点可惜，是冬季限定的珍品，对这个季节来讲，似乎还不是最美味的时刻。一般较正统的日式料理是将内子、外子、蟹膏、蟹肉整齐摆放于壳内，精美犹如宝石箱高贵，故取名为香蟹。不过既然是自助吧，那只好由我自己动手了。虽然还不到最美味的季节，但该有的还是都有。那就来尝尝味道吧。味道是真的还不错，但也真的少了点仪式感，是吃起来有点费功夫的料理。如果不是来细细品尝美食，而是来吃粗饱的，建议这道螃蟹料理尝过即可。这样吃一只螃蟹，前后加起手要10分钟，重点也是不会饱，还要排很长的队才能拿到，是 CP 值不高的一道料理就是了，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那3的部分以中式料理为主，这边就应景一下，点了份烤鸭来吃。另一边热炒的料理也不少，但我的胃真的装不进去了。烤鸭的部分会先将面皮热过再给客人，所以人多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排一下队。蘸酱与配菜也蛮多样的，如果喜欢这道料理的观众，这道烤鸭也算是蛮值得推荐的料理。
那紧接而来的师硕这区是以现烤料理为主，以现烤香鱼、烤生蚝为主题特色。生蚝的部分是以1人2份为主，不过用烤的有一点坏处，就是汤汁比较容易干。相较于之前在新北喜来登吃的蒸生蚝，我个人是觉得逊色了不少。那这道料理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干贝料理，一定要趁热拿、趁热吃，才能吃出美味。不过这区比较不会排到很长的队，算是想吃就可以随时拿的料理主题区之一。看到别区大排长龙时，也可以先到这区来逛逛。再来品尝这香鱼料理，虽然现在已经9月了，但这次香鱼似乎都还没有鱼卵，所以就只能单纯品尝鱼肉的部分。不过香鱼算是比较多次的鱼种，吃起来也算是有点麻烦。如果是想要以香鱼卵为前提来品尝的话，这香鱼就有点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情况了。当然，如果肯静下心来，慢慢挑吃跟细细品尝，或许能吃出香鱼独特的味道。据说水质优良的香鱼身上会散发出清雅的西瓜清香，仔细品尝下能吃出淡淡的瓜果香气。如果有达到这境界的观众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我个人是在旁边配上西瓜汁就是了。那说的介绍也要结束，换到下一个主题区了。再来就是节的部分，这区原本是与寿为同一个主题区，后来让餐点更有独特性，而将杂类与烤类分开。节的部分就是以炸为主题的美食区，提供现炸串羊与天妇罗，算是高雄岛屿独有的美食料理区，并设有6席板前座位，能近距离体验厨师的手艺与热腾腾的炸物。不过不太清楚板前座位的条件如何，是以定位为优先考量，还是随机代位？也欢迎有坐过板前座位的观众来分享一下。这边是以海老竹炭羊、炸鲍鱼跟炸河为主，说实在的，味道不算突出，算是该有的都有的餐点而已。炸类餐点虽然有在保温灯的保温之下，多少还能维持炸类餐点的热度，但面皮一冷掉，那种酥脆的滋味就直接往下掉，也是一道需要靠运气才能品尝到美味的料理。那整个主题区料理，除了冰的甜点没拍到以外，主题料理就大部分以这些餐点为主。但不得不说，影片拍摄的料理还不到整体的1/10，用餐2个半小时，我居然还没全部吃完跟逛过。如果以料理餐点的丰富度来讲，这间高雄汉神岛屿，我非常推荐至少来尝鲜一次，体验看看这9大不同的风格主题。那这边也为今天的用餐做个总结，这是岛屿自助吧的入驻，又一次刷新高雄自助吧价格的天花板。尤其是在下午茶的部分来讲 ，CP 值真的太低。单以价格来讲，是海港跟享食天堂的1倍高，但美味程度并没有多出1倍。下午茶用餐时间虽然长达2.5个小时，但过多的排队人潮，使得实际的用餐时间大打折扣。餐酒搭配的特色，让餐点丰富度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只是遇到对酒类不捧场的顾客，也就是如此而已。或许在其他时段来讲，应该能有更好的餐点组合。只是单以下午茶来讲，我个人是觉得尝鲜即可。但毕竟料理内容还是有前段班的程度，所以还算是可以推荐来吃看看的自助吧餐厅。那这边还是要再次感谢堂哥的邀请。本来以为靠网络预约，要等到明年才有机会来吃的岛屿，想不到靠毅力来排队，也能在开幕没多久时就能来品尝。不过如果还有第2次邀请，我还是会来。毕竟这次只吃到30%左右的餐点而已，太可惜了。下次拍个用餐攻略，才能一次全吃过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